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星际君王的玩具分享视频。去年呢是勇者警察系列上映30周年，那么万代呢也是SMP 系列出了这款拼装版的勇者警察 Yusha Kisa Jedeka， 翻译呢叫做勇者警察杰迪卡，或者呢翻译叫做朱迪卡。它呢是勇者系列第5部作品，于1994年2月5日在名古屋电视台放映。主要讲述的一个故事呢是在21世纪警视厅为了对抗多样化的高科技犯罪，设立了机器人警察队伍勇者警察队。那么他们所研制的第一台机器人就是我们的主角迪卡杜。那么这个时候的迪卡杜呢，还是一个普通的 AI 机器人就跟现在的 AI 呢是一种程度。那么在一番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我们的男主角小学生游泳勇太。那么我们的迪卡杜呢，他呢产生了自我意识就是所谓的觉醒了心灵，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勇者机器人。之后我们的迪卡杜呢，还可以跟这个装载车合体成为 Jedeka， 跟勇太一起打击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其中呢也是有很多剧集非常具有现实深度的，个人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一部作品。那么我们说回这款玩具当时这款刚公布的时候因为这个迪卡杜呢做的太过于抽象那么评论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起码这一款呢它能够做到一体变形完全合体，那么就这一点呢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谁成想后来他出的那2款做成了那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一个包装那么跟之前相比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这次的包装呢换成了这么一整盒了，以前呢都是一大盒里边分3小盒。包装封面最中间呢是咱们的杰迪卡上方呢就是有它的一个标题 Yusha Kisa Jedeka， 以及下方的英文标题 Brave Boys Jedeka。 那么右边呢是剧中我们的杰迪卡在合体时候我们的主角勇太所念的一句台词Brave Up Jedeka。 左上角呢是 SMP 的一个 logo最右下角呢有一个万代的红标。包装盒的左侧是玩具所有内容物的一个展示以及合体成人形态之后的一个效果图。右侧呢就是一个大大的英文标题顶面底面。包装背面是有对剧中各种经典场景的一个还原。纸制品方面呢，首先呢是这么一大张的贴纸，然后呢是2张说明书这份厚的呢是拼装说明书这份薄的呢是变形说明书。还有这么一张勇者系列最新的漫画勇者宇宙 Soul Glade 的一张宣传册，当然应该叫做宣传页因为它只有这么一页。最中间呢就是我们最新的勇者Soul Glade 它的一个人形造型了。上边呢还有咱们历代的这10位勇者乘着光束飞过来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一次Soul Glade 的一个造型呢还是非常帅气的嘛，也是希望以后有厂家呢能够出这款一个模型了。好的，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款它的一个玩具实物了是由我们的迪卡杜和我们的 J Loda。那么我们的迪卡杜这一次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的建模呢，也确实是如大家所言非常的抽象但毕竟它的一个尺寸非常小，而且呢能够参与到变形，能够参与到合体还是非常不错的。身上这些黑色部分呢，主要也都是靠贴纸来实现的。那么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掉漆呢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它的一个变形呢还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我们先把它的一个车头呢给翻过来，然后呢将它这个人形态的2只手臂呢给放下来，2腿分开。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迪卡杜它的一个人形态了。这个人形态只能说有总比没有强那么整体的一个造型那么大体上呢也能够看出来有剧中的一点点的那么一个样子。这颗头雕造型呢还是非常还原的但是由于尺寸太小脸部的细节呢就只能够看着一个鼻子了单体的可动性方面的话首先头雕呢是能够进行一定范围的一个平转的。那么手臂肩膀部分可以侧身，那么曲肘可以超过90度，它的一个小拳头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360的平转的。腰部360的转腰也是可以的。大腿根部是一个球关，前踢略微超过90度，那么后踢也是略微超过90度，侧踢这个就不到90度了。大腿呢还能够实现360的平转，膝关节可以实现一个180度的屈膝。下半身的这个可动性呢还是 OK 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造型太过于抽象了这个也毕竟是这么小的一个尺寸嘛，也没有办法。我们还可以将它的这个小拳头呢给它拔下来，给它替换上它的一个勇者手杖剧中呢也是有出现过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款 J 装载车。它身上的这些个细节大部分呢都是靠贴纸去实现的车头上方黑色的这一块以及它整个蓝色的驾驶舱，包括2侧的这个警徽都是贴纸去实现的。
上方的颈灯呢倒是一个红色的透明件，但是啊，颈灯上方的啊这些个细节呢全部都是贴纸了。车身两侧啊这么一整块面板呢也全部都是贴纸啊去还原的。我可以将它啊车尾部啊这个挡板呢给它翻开，可以呢啊将我们的迪卡豆啊给塞进去，然后呢啊再将这个盖板呢给它合上。这样子呢就能够实现啊我们的这装载车搭载我们迪卡度的一个玩法了，这个也是老 DX 时期就有的这么一个玩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将它上方啊这两片白色板子给展开啊，将里边啊收纳的这两个灰色的一个炮台呢给它翻出来，里边可以推出来啊这么一个炮管，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可以推出来这么一个炮管。那么这个小细节啊还原的还是可以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合体过程。Brave up, JDK。好的，那么我们也是首先啊，先将它上方的这两个翅膀啊给它翻开，然后啊将两侧白色的一个板件呢啊也给它翻开，将它啊整个啊车头上方的这个部分呢往上这么一拉伸，给它翻折90度，然后啊我们将两侧这个白色的板子呢往内进行一个折叠收纳。好，然后给它翻过来。好，接着呢，将车身两侧的这个板子呢，给它进行一个翻折，往后进行一个1.8的翻折。然后呢，我们将它人形态的这两个红色的大脚丫子啊，给它翻折到正面来，也是一样啊，这边也是一样，给它翻折过来。然后将人形态的两腿呢给分开，将小腿背面啊有这么一片黑色的一个挡板呢，给它翻折过来啊，翻折到小腿的内侧啊，遮挡住它的一个镂空啊，这一点设计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另外一条腿呢也是一样啊，把这片黑色的板子呢给翻折到内侧。然后它的说明书上还提示需要将它的胯部呢往外侧进行一点点的拉伸。那么个人感觉呢这一步呢倒是作用不太大啊。转到上半身啊，先将它的一个翅膀呢先进行一个收拢，然后将它胸前的两个金色的一个部件呢给它翻折，先给它翻出来。然后我们将它人形态下的手臂啊从它的这个车头内部呢给它拽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先给它拽出来。车头呢啊，从中间啊给它一分为二啊，将车头部分呢啊往外侧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然后往下进行一个翻转，再将它的手臂部分呢啊转到正面。另外一条手臂呢也是同样的变法啊，先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然后放下来，手臂部分啊转到这个正面。随后呢，我们再将它车头外侧的这两个轮子呢往内这么一推，给它收纳进去。好，接着我们再将它啊车顶的这个翅膀部分呢往上进行一个翻折，给它翻折到背后，两片翅膀呢啊往两侧进行一个翻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它的这个翅膀呢还做出了一个联动的效果，掰动一片翅膀，另外一片翅膀也会跟着进行一个旋转，这个设计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接着呢，我们拿出我们的迪卡度。将它的这个车头呢往下进行一个90度的翻折，然后将它人形胸部白色这两个部分呢对应的上方啊这两个黑色的凸起，我们给它卡上去。在卡下去的同时呢，它的这个头雕呢就会被自动的啊这样给顶出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遍。好，给它卡上去，它的头雕呢就顺利的顶出来了啊。这个小联动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好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JDK 啊，它不用替换件完全合体之后的一个效果了。个人感觉啊，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很可以了啊，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啊，包括它的一些个还原度什么的也已经是很到位了。那么为了追求更高的一个还原度啊，官方呢还给一些个替换件。首先呢是它的这个头雕，那么它本身所附带的头雕啊，因为要收纳到迪卡度的一个身体里啊，所以说尺寸呢会显得比较小。那么这个替换之后的一个头雕呢，尺寸呢就正常了。那么替换方式啊，也是通过简单的一个球关的插拔啊，实现一个替换。同时呢，还给了这么一个胸部的造型替换件，将它原本的这个胸部啊，也就是迪卡度的这个双腿呢啊，直接给它拔下来，再将这个造型替换件呢啊，给它卡上去，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将它啊膝盖这个部分呢给它翻开，我们可以看到啊里边呢还夹了这么一片灰色的一个小零件，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将它啊卡在它的一个炮口上啊，来遮挡啊它炮口的一个空洞的。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我们将这个小零件呢给它卡在这个炮口上啊，遮挡一下它的一个炮口的空洞啊。不得不说啊，官方的这点小心思啊，这个做的还是挺多余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安装好替换件之后啊，
的 JDK 它的一个完全形态了。整体的一个造型啊还是非常帅气的啊，也是非常还原的啊。当然这不是废话嘛，对吧？用了替换件你再不还原，那真没处说理去了。并且呢官方还给了这么一堆替换手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性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它的一个可动性，首先头雕啊是一个球形关节啊，抬头、低头啊范围就不是很大了啊。那么侧头啊也是可以的。肩膀部分啊，它的一个侧身呢是略微超过100度啊。手臂的旋转啊需要注意与这个背包啊避免发生一个干涉。整个平转啊360也是没有任何问题。肘关节啊曲肘180度的曲肘啊也是变形的一个需要。那么手腕部分可以实现360的平转，同时呢还可以往下进行一个翻折。另外它的肩膀部分呢还做了这么一个拉伸关节啊，可以实现肩膀的一个外摆和内收。腰部啊360转腰没有任何问题。弯腰部分啊可以实现一定角度的一个弯腰。下半身的可动，首先啊先将它的这个前裙甲呢给它翻开，侧裙甲也给它翻开。大腿根部啊前踢是可以标准的啊实现一个90度的前踢的。那么后踢啊由于它后裙甲的一个干涉范围呢就不到90度了。那么侧踢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90度。大腿根部呢也是能够进行一定角度的一个平转的。膝关节啊是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实现一个180度的屈膝。脚腕部分啊它一个连接杆呢看得非常吓人啊，是能够实现一个将近100度的一个踮脚的啊。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往内的一个接地。那么武器方面呢首先呢是有附带剧中它经典的这把警棍的啊。同时呢还有附带它的这么一把小枪啊。那么这个呢是还原剧中的一个收纳的状态啊，我们可以将它前端红色一个枪头给它拆下来，然后第二个再给它装回去。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完全的一个状态了。那么两把武器都握持上之后我们的 JDK 呢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好，然后我们拿出一款国产新地的，同样也是勇者警察系列的我们的Birudo Taiga。那么把这两款玩具放在一块对比这个比例呢还是莫名其妙的很搭配的啊。好的，那么我们也是拿出其他的一些小比例勇者们我们来拍一个合照吧。好的，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 SMP 出的这一款勇者警察JDK。那么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